我们一直把大脑想成一份电线图，神经元拉出轴突，在脑区之间送出信号，靠突触接通彼此。这张图已经够复杂了，复杂到让人以为脑区间的连线就只有这一种。2026年4月，一份刊登在 Nature 的论文说，图里少了一层。纽约大学的研究团队用一套新的追踪技术，在活体小鼠脑中看到另一张网络。主角不是神经元，而是新型胶质细胞，一种长期被看作大脑支援细胞的细胞，过去负责维持环境，提供养分，通常不被认为能在脑区之间建立长距离连线。这篇论文说，它们可以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张网络不是静态的支架，而是会跟着感觉经验一起改型的活的结构。问题在于怎么看见它。胶质细胞之间靠缝隙连接彼此沟通，细胞膜上一种可让小分子通过的微型通道，但这些通道太小太分散，传统的神经解剖方法看不到网络的完整走向。研究者的做法是设计一套分子探针，直接送进新型胶质细胞。探针的核心是一种叫 Turbo ID 的酶，它会帮流过缝隙连接的分子贴上生物素标记，把 Turbo ID 和缝隙连接蛋白 Connexin 43连在一起，再用 AAV 带着这套工具注射进脑中。病毒感染的细胞带有 HA 标记，分子一旦流过缝隙连接进入邻近细胞，就会被生物素打上记号。3周让病毒充分表达，1周让生物素流动传播，最后把整个脑做透明化处理，用光片显微镜3维扫描，凡是亮起来的细胞都是这张胶质网的成员。研究者把这套探针分别注入3个脑区：运动皮层、下丘脑和前额叶皮层。看到的结果不是一团亮点往四面八方均匀扩散，每个注射点长出的网络形态都不一样。运动皮层的网络较为局部，前额叶的范围更广，下丘脑的甚至延伸到了对侧半球。同一个脑区在不同小鼠里重复注射，网络走向都高度一致。这说明它有固定的结构，不是随机扩散出去的。为了确认这张网到底连了哪些脑区，又跳过了哪些，研究者把标记信号配准到艾伦脑图谱，一套对照小鼠脑区位置的标准参考系。结果显示，运动皮层的胶质网络多数保持在局部，前额叶和下丘脑的胶质网络有更多跨区域连接，在上丘甚至出现了稳定的对侧信号。网络在相邻脑区之间选了一些连，跳过了另一些。对侧的网络也不是同侧的缩小版，有自己的分布形态。这些标记信号是真的走缝隙连接，还是沿着血管漏出去的？研究者用基因方式关掉了新型胶质细胞里2个主要的缝隙连接蛋白 Connexin 43和 Connexin 30，结果标记信号大幅缩回感染细胞附近，在海马、前额叶和桶状皮层2道的网络体积都显著小于对照组，血管走向和信号分布也没有对应关系。走的是缝隙连接，不是血管，也不是漏出去的假信号。这不只是技术验证，它确认了这张网络真的存在，而且有分子在里面流动。只是到这一步，我们还不知道流动的到底是哪些分子。论文里最直接的数据来自下面这个实验。研究者把小鼠从4周大开始，持续剪掉一侧的胡须，剪了8周。注射探针后，比较那一侧的桶状皮层，小鼠脑里负责处理胡须触觉的区域，胶质网络的体积和正常小鼠有多大的差别？正常小鼠的桶状皮层胶质网络体积平均是 3.54， 标准差 0.39， 持续被剃须那一侧的数字是 2.16， 标准差 0.22。 少了一侧胡须的触觉输入，对应那个区域的新型胶质网络就缩小了。成年脑里的这张网会因感觉剥夺而重组，它不是固定的结构。在神经元层面，桶状皮层本来就是研究可塑性的经典区域，剪掉胡须后，神经元结构会重塑，这并不陌生。但这一次，对象不是神经元，而是过去更常被看成支援角色的新型胶质细胞。也就是说，大脑的可塑性可能比原来那张神经元地图再深一层。研究者接着在同一个桶状皮层区域，同时标记胶质细胞的追踪信号和兴奋性神经元的投射，
把2张图叠在一起。两者部分路径重叠，但很多神经元投射到达的地方，胶质信号并不存在，胶质网延伸到的区域也未必有神经元投射跟随。剪掉胡须后，前额叶方向的胶质信号明显退缩，中脑的连线则相对保留。神经元投射的分布是另一种格局，不一样的保留，也不一样的消退。第2张图和第1张图有自己的走向，它不是神经元连线地图的影子，只是偶尔路径交汇。这张非神经元的胶质网络在做什么？论文作者提出的方向包括离子传递、代谢物的重新分配、抗氧化支援，或在病理状态下协助散布有害副产物。但哪些分子在缝隙连接里流动，最终影响了哪些功能，目前没有答案，需要后续的质谱分析和功能实验才能确认。这篇论文的证据是在小鼠脑内用 Tracer 技术看到多套非神经元的跨脑区胶质网络，并在感觉剥夺后观察到其中一套缩小。这是关于大脑通讯地图的一份新报告，不是关于人类意识、记忆提升或疾病治疗的宣告。这篇论文之所以能看见这张地图，靠的是一套新的分子探针技术。换句话说，这张地图可能一直都在，只是过去没有工具能把它完整照出来。大脑可能有2份地图在同时运作，一份是神经元拉出的电线，另一份是胶质细胞扑出的随感觉输入持续更新的非神经元层。第2份地图才刚刚被看见。